红色方成都 AG 超晚会。AG 的红色方胜率有点夸张，93%。狼队的红色方胜率也非常高，一般进，有点逼你班鲁班纳什的意思。但是 AG 这边先处理掉了杨戬。直到目前为止，算上小局的真实胜率，狼队达到了70%，已经是一个很高的。夏洛特又一次点了我要鲁班纳什这个信号啊，给不给？但 AG 这边好像没有搬鲁班纳什，不管，搬掉了海月。狼队这边鲁班纳什抢不抢？就 AG 这个队伍是一支特别喜欢放鲁班纳什，而且特别愿意打鲁班纳什的队伍。他自己拿和打对面鲁班纳什都有那一套，但没有进，没有夏洛特。进跟夏洛特一般是打鲁班纳什体系，两个去切鲁班的点。对。想听天籁之歌吗？朵利亚。我和我祖母说，夏侯吗？要靠前期跟你打呀。其实顶着鲁班纳什出朵利亚夏侯有风险。对，特别是如果狼队这个阵容拖到了后期。但是 AG 的朵利亚夏侯胜率100%。但是感觉就你已经出了朵利亚夏侯，我肯定要去拿鲁班父子。这么说吧，你把 AG 遮住，我们就会看好左边的阵容。对，但因为他是 AG， 大司命补了一个谭野。3楼要不要拿all in？AG 这边的一贯选法。对，这样其实两边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，一边父子，一边是朵龙加夏侯。小鱼面色也很严肃啊。后续的话 ，AG 可以处理一下胜率100%对抗路。主要整体还是小局胜率太夸张了。但这些东西、这些数据，其实他们应该不太在乎。对，马超搬掉。关羽，两边要狂搬对抗路。而且两边像火舞啊、沈梦溪都是在外面的。狂点。纪晓满还在搬对抗、6班对抗吗？看一下 AG 的第5个班位，要不要再处理一个？毕竟 AG 思路可以先抢一个。影还在搬，狼队最后一班，既然已经搬这么多了，司空震没英雄了。10个班位里面搬了8个对抗路。AG 要不要4楼直接抢一个？毕竟中单 counter 英雄还有很多。这你看，这是对抗路英雄还算多，你要搬射手搬8个，应该你没英雄用。就那龙虎双边了。好切的，像外面还有曹操、达摩。好像你说完之后没了。我也在想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哦，先拿嬴政。嬴政这边也能搭配到朵利亚，有点长手压制的那个味道啊！这个阵容还想再观望一手。这个阵容是顺风长手压制打法，对，就是压你前排状态的。这样子哦，顶着出火舞啊，自信。但在那一天狼队使用到火舞的时候，泽湾这边是有一些小失误的。对，很多脚的空踹。那对抗路怎么出？被搬了8个英雄。这儿再拿一个达摩，在渲染这里就等于搬掉了9个英雄。主要是5楼的对抗路 counter 感觉没什么英雄了呀。counter 不出啥了。曹操感觉挺不错的，能解控，也会逼护这边要去做一个梦魇。还是说好久没登场的亚莲，也是有朵利亚的，但这把大招感觉有点不够刷。哦，还是曹操。亚莲的话，就等于4个人都能吃大，都能吃朵利亚的大。就我刚刚还是想了一个英雄，花木兰。渲染其实最出道开始的时候，他的绝活就是花木兰。但你先别想。对。曹操还是容错率更高一些。这样其实两边的体系都比较完整啊。阵容锁下来了。还是说呀，狼队其实这赛季真的很强，就是他们算上小局之后的真实胜率，到目前为止是70%。就是当真实胜率达到70%的时候，这个队伍其实已经是争冠队伍。对，说白了，就已经很猛了。就是大家只是因为这赛季上面跟着一个 AG，你感觉狼队好像没那么强。
因为 AG 确实他的真人胜率达到了83%，这个在整个联盟历史当中应该都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。是的，就真实胜率83%啊，上小局之后，非常吓人的。这他得零封高到一定次数才行啊。来吧，大帅选择了治疗，这把也是得小心一些。但我们前面也说到了 ，AG 这套组合的胜率是100%，朵利亚加夏侯以及朵龙。那其实今天如果是小鱼上场的话，加上现在狼队的打法，那其实两队更多的矛盾点应该是在上半区和野区。其实发育路可能会是冷处理，就狼队本来风萧现在就是一个抗压打法。所以说 AG 第一把也选择了直接在对方1抢赌班大师的情况下，选择了一手朵利亚，因为也是能够让小鱼拿到all in，他自己能够玩，能够带线，能上天。其实这把更多的我觉得是可能中意这个点，大家要去看一下。所以说 AG 结合这边中意前面那个非常平静的表情，这把他应该心里非常清楚，自己这局必须要使出绝对的注意力，因为拿到了这样的一个阵容，对抗到鲁班体系，还是双大夏侯，同时对面还是小胖和狼队，就确保了小鱼这边能够自己照顾好自己之后。AG 其他几个人可以更好的打上半图的一个节奏，动起来。是的，而且小鱼的打法风格其实也挺凶的，他这把其实在装备成型之后，也有可能就打团出现那种闪现3火，其实找对方的那样就好了。小鱼现在其实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他要敢操作，对他，因为他今天压力一定巨大，是谁不论谁上场背着一个22连胜的压力，他压力一定都是巨大的。就他很有可能会因为这种压力，我觉得在场上有点不敢操作，就有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，那样就很麻烦。就他得，我觉得该操作的时候大胆去操作。是的，这时候其实其他几个队友应该也会鼓励他，毕竟都在给他兜底。对，应该教练组跟队友应该都给了很多鼓励的。子焕这边的火舞也是100%的胜率，6场。来吧，两边都准备好了。S 组的最让人期待的一场比赛，几乎是能奠定格局的一场比赛。这场比赛之后，我们也许真的会明白 S 组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梯队。是的，双方教练握手之一。比赛马上开始。AG 今天如果再拿下的话，就是跨赛季大场23连胜。后面的话，第二轮就还有，后面还有一场，第二轮还有一场，不知道这个连胜到哪一步啊？或者会不会在今天终结？蓝色方重庆狼队，红色方成都 AG 超玩会。我们期待了一个赛季的比赛。也可能是 S 组最激烈的一次对撞，到底是双方战至白热化，还是依旧能够由 AG 大比分吃下比赛，亦或是狼队彻底来报了这前面5场比赛的仇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开局的话 ，AG 选择双边换线，曹操这边抗压，让朵龙去压下达摩。是狼队主场，很久没有露视野，这个时候狼队应该知道了，我看到曹操了，先打一波状态。这样的话，两边应该都是各控半区的一个小资源。中野的话，AG是蓝开，小胖是直接中开。等一下，龟骑上去吃了波线，然后直接被打闪了，交出来了。下路这边也需要去抓一下渲染。两边的对抗路的位置都是一样的，都不让吃钱。等一下，但下路做了3个野区，小胖这边是有惩的，感谢。哇，小胖这边幸好是捏了个惩啊。哇，很及时，幸亏他把惩捏住了。但两边都在清完第一波线，不约而同的打了波3包1。龟骑你刚才自己先上去吃那个兵，把自己闪现吃出来的。对，想吃那个前排兵。渲染这里纯粹就是吃不了兵，很难受，被卡线了。这波换线2个对抗路都在遭罪啊。但中艺明显是在第一局改变了自己打野的一个路线的。等一下，大帅压的好凶啊！这波线应该要让火舞去帮他补一下，达摩这波可能补完状态直接去中路，不然这个线被卡的太难受了。前面到现在为止，看一下两边对抗路的经济啊，
归期660，渲染650，就跟游走差不多比。游走还低。刚才镜头切过来之前，哦，归期这边直接做了2个小护甲，撑不住啊。给的压力太大了。就不知道今天这场 BO5 会不会像狼队打第2季那场 BO5，在前面一直做资源的一个互换，打一个镜像。嘴哥这边看好的是狼队啊。其实这个阵容，这把真的，其实前面说 AG 也不是那么好打。哦，渲染这边直接来中路分线了，下路让嬴政去守，不然的话会一直被卡线。他在帮忙提下野区的速，顺便分点钱，但小鱼这边好过一点。已经到4了，看这波要不要去逼一个大招？先不着急，要去帮达摩拿下空间之灵。哦，被打完了。中线这波应该放给小胖去吃了。大帅是秒换起来。中医的分区经济是744，等一下，风萧这边但传下来了，差一下，子焕很关键啊，一滴血啊！就是差1个普攻。哇，这波直接下来之后直接连环的控制，大帅有点危险，直接大招走不掉了，拽回来一做斩掉。哇，这一波狼队的支援太及时了。这下风萧看到子焕下来的那一瞬间，眼里的泪水终于落了下来。感觉刚刚是应该有一个沟通的。是的，就应该是风萧在跟其他队友说，能不能过来？过来的话，我先卖一波血量。但卖的有点狠的。对，真吓人啊！就一下，就差一下，一个普攻。这样的话 ，AG 直接把线换回来了。那子焕的装备直接梦魇。AG 4分钟龙团应该还是会去跟狼队接的。那小胖的经济拉得非常快啊，因为他前面几波是多吃了2波中线，刚刚又是拿到了一个头，再单吃。子焕这边直接不分了，而且躲了一个梦魇，为4分钟打龙团做准备。对他现在喜欢上了这种打法。小胖的红莲斗篷也掏了出来，这波碰不了，碰不了。第一条暴君直接拿下，这完全碰不了。就是前面的那一波支援啊，太关键了。后续 AG 得来抢中了，这样的话其实稍微可以给一下中路的压力。狼队过来协防了，现在节奏慢慢缓了下来，但这个下一塔撑不住了，再来一波就掉了。好，断了一下。现在很难在边路起节奏。等一下，看火舞的位置啊，达摩快3个一拳回来，火舞从侧面赶过来，但第一时间够不到，一套技能全部交在野怪身上了，很难受啊！这里一个扇子撇出去，但小胖这里自己很坚挺，还能吸，一个人顶住了3个，硬打了一波。但这里还是把火舞也搭了进去。AG 打了一波1换2，这波子焕有点失误啊！子焕在旁边看着那边5个人玩，一个人跟野怪打了一套，想留小胖，那小胖有一技能能拉开，亏的小胖有钱这波。太肥了。是的，还在继续，还有想法，2技能一滑，但夏侯惇大招好了，一个人吸着2个，反手拍，大招拉开，小胖这波是战神一般，太有钱了。一个人顶着3个打。刚刚如果子焕一闪直接开的话，是有机会，可能3个人至少死2个。等会儿一闪拉回来，但第一时间鲁班7号在打敖影，小鱼上天，他这个下一塔可以推掉，得放了。小胖这波打完，经济比中医拉出来了将近1000，有点管不太住了。而且现在敖影的装备还没成型啊，至少要等到10分钟以后。这把小胖第一件装备不是做的像前面我们说的那种不死鸟，然后可能不降或者守护者之铠之后做血手，他上来是一个红莲。他为了降低曹操以及夏侯惇的一个回复量，但其实战斗力也很强。对，就先做红莲也有红莲的好处，贴脸的话也有输出，不然刚才没有这么高的伤害的。来看一下这波，断掉，断了一下传送。这个时候应该是有沟通，火舞马上能到。这波归期开得很好。是的，子焕是卡了一个大墙，一技能也撞到了这个墙里面。这波团战其实没他了。对，这个失误其实有点严重，放在这个级别的比赛里。他其实直接走过来叫一闪也能。他急，他可能看那边开到了，他着急。但这个墙太厚了。当时中艺呢是想着，归期想着你再不上人就要走了，对，就开了。
其实不如慢慢悠悠的来。2件套，这个大司命有点不太能管住了呀。但还是没有换节奏。看一下火舞的位置，马上被兵线发现了。其实 AG 这把应该要多爆中去压中一的，对，可以把火舞和大司命逼到中路来。现在有点不太好整，就是这个大司命太肥了，这将近6000的大司命横亘在中路，你也不好跟他碰，对，直接往野区里钻。还好经济差只有1000，但这波看到敖影漏视野要进红，一个人先压着3个人的位置，红莲加不死鸟，很自信。要平城，先看一下位置，直接踢火舞带2个，开2个回来，大招往下一坐，直接斩，先把大帅抓住，然后一个回拉，再把渲染带掉，同时红也收入囊中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这波是小鱼在带下路的兵线，正面 AG 只有4个人，而且这波子换开的比较果断，开的太果断了。上一波的失误并不影响他这一波开团的心态。对，被动直接一闪踢2个，中一塔能不能拆？拆一下。下一波也能推了，连环的节奏啊，是记住了上一波对面红 buff 的一个时间，这样只会让小胖和中一的经济拉得越来越多。对，而且 AG 这个种其实是有点偏顺风的。说了，他是一个顺风压前排压塔的阵容。对，特别是在逆风的时候，嬴政开大的时候，很容易在火舞有闪的情况下被直接开到。所以这种阵容有个点，一旦小胖很肥。这个阵容的整体功能都被压下去，有点难处理。就你打不动前排的话，这个阵容就很难打。对，这也是在狼队蓝色方1楼拿鲁班大师顶着出夏侯惇加佐利亚的一个弊端。是的，看一下这波，正面是少人的。虽然说达摩火舞敌人不在，但毕竟小胖的经济够高，把红 buff 的仇恨拉过来。这个时候子焕被动一闪，大招带回来。好，配合队友先把大帅的佐利亚拿下。好，这时候鲁班大师的大招再拉回来。这把 AG 其实除了夏侯惇加敖影，剩下3个人是很容易被鲁班大师一闪开到的，没什么反制的手段。这么冲上来了吗？就镜头一转之前再打红区，镜头转回来又再打红区，拉逼大招，佐利亚这边给夏侯惇刷了一个，现在也只能被动挨打了。扛不住啊！血手再开，顶了3波，一个人顶了3波，吃掉了诸多技能，这样可以安心的把红拿走。节奏太连贯。所以这是为什么 BP 的时候我们说，如果前3楼刚选完，我们说如果遮住队名，就一定看好狼队的阵容。对，因为很少有队伍其实会顶着鲁班大师去拿一个夏侯惇，因为鲁班需要他的被动是百分比伤害嘛。小胖刷的太快了，就这把他前期其实就多吃了几波线，刷的快，但那波打完之后，中一的速度就跟不上。主要那波下路的支援太关键了，打了一波零花，而且让风萧丝血走掉了。是的。其实那波也是子焕，下来直接补了一段控制。刚刚医生是盲探视野开没开到，是的，自己要被打状态，逼了个闪，大魔上抢2个，又是2个打上去，回头归期自己被打掉，有点脱节。这波子焕是在下路清线的，然后鲁班大师是没闪没大招的，有点激动啊，就打到 AG。主要这波没有人能跟他，感觉打到 AG 大家都是这2个队伍一打，彼此200%的注意力，冲劲很足。但10分钟龙团掉点了，少了一个达摩。嬴政的第一个大招，散火灌一下，中一挤位置。这个时候 AG 得 rua 龙。是的，难得抓到的机会。小胖是有机会可以抢的，有一个血魔。10分钟的闹钟，小鱼再往前挤，然后大招飞回来，就是帮队友卡一下位置，等等。往前落，这行吗？找小胖，闪现过去补输出，插一下，距离好像不够了，选择拿野区。哇，这波小鱼胆子真大呀，就差一下。是的。这波如果杀了，就可以造成狼队的一个掉点。他那个轨迹就有点吓人，刚才。因为小胖刚刚是又补了一个守护者之铠，又增加了一些护甲。他但凡经济低一点，刚才就没了。T 带回来不过是一个夏侯，一个3火一灌，渲染跟上去，速度非常快，长生渲染2个人跟上来的速度。来到了 AG 的反攻，10分钟的 AG， 闹钟又响了。这什么概念神吗？大招往前，但被链子扭掉了。不过可以抢点，中一塔拔掉。这2波真的是猝不及防啊！其实有点上头。然后刚才那波野区那波有点上头了。在归期的视角里面，太想找机会了。刚又是一个3火，配合着暗影暴君那个 buff， 把风萧打残。这一把其实风萧得做一个不降。
曹操 all in。中医这边也是补了一个反甲哦，就你赌完笑打我打得越痛，反弹也就越多。现在其实狼队不太能低估all in哪个伤害了。找到锁住，找到鲁班7号，风萧直接原地给闪，秒掉了冯潇，撑不住了。中医蹲得非常漂亮，以己之力换掉了鲁班7号，这波很赚。小鱼落下来往全力打，但是达摩又是一拳3个，紧跟着配合到小胖强斩了小鱼，长生再给一梭伤害和渲染曹操的伤害，硬打。但是小胖这里非常硬啊，但是被挂了一个减速，还能顶住吗？点了个链子回来，玩得很细致啊。这一波两边是打了一波2换2，前冲在后拉。中义的这个大招控到了风萧的鲁班7号，太关键了。过去直接补脸输出把风萧带走了，再来挂了一个梦魇的效果。小鱼第一时间是想争取跟伤害的，跟得非常快，因为他打得很团队，但是没想到归期那一脚，再踢了一套 combo 接上，渲染没顶住。两边怎么你追我赶大帅也走不掉了，主要这波没打野啊，反的有点强行。是的，而且这几个人其实小胖是可以慢慢拉扯的。两边观众像在坐过山车一样，这个心跳。一人一波，但经济差是始终没有拉开的，只有1000多。我觉得小鱼也要稍微冷静一些，他现在有点太团队了打的，就因为他现在场上总想着把自己所有东西都打出来，就先打一波团队配合，然后上天之后大招几乎每波都是往前落的，他嗖往前飞，但那波本身其实没问题，但是归期那一下，来看一下，有点懵。看这里啊，大招锁住强换，到这里都很帅，然后飞进来，然后看啊隔墙的达摩，他还是往下落，是的，过去有掉了达摩的一个大招，但是这位置被火舞一下子中了，队友一旦被拆了，小鱼就没了。对。后续小胖这边利用朵利亚回血啊，把血给抬了上来。导引破军，鲁班7号7血。这一波如果说风萧这边再被控到第一波一个3火加平 A 直接秒，但是 AG 也一定要小心归期。前面上一场说狼队比赛的时候跟大家提过，归期的开团数据这一项超过了全联盟对抗路平均水平1倍，特别是他玩到孙策或者达摩这种开团英雄特别能开。对。而且要开得很好才会在数据上，不是说开到就给啊。对，下一条暗影暴君马上刷新，狼队是把暗影主宰放在了上路，逼你要去协防。中义这边被打成了一个半血，得用野怪回一点了。太凶了，小胖又是一个人压着3只在做，小鱼只能上天，往后拉这波团战应该是没有接团的能力了。大招往后落，嬴政开启了一个大招，中义这边也是用大招霸体规避了鲁班大师的大招。小胖真是，哇！长生这边是被大司命的一技能给烫死了。长生一倒的话，正面没人清线啊！一个人压着3个人打，2技能挂到了3个，逼着本来想退的 AG 第一时间退不出去。然后归期只要抓住1秒钟的机会进场就直接开。先拔上路高地，想打持续吊点，后续还有2路的兵线。这一波 AG 是挺拿手的，小鱼闪现过去一个3火，3火灌下去，但没把子桓灌死。差一下，渲染被小胖逼住了位置，第一时间压不进去。但农兵要进来了，小鱼在调位置，归期进场，一套配合队友先拿下中义的击杀，鲁班大师拽2个，小胖这天下无双，all in只能飞回泉水。不，他要往前飞，但他飞进去也没用，还是会被瞬间击杀拆掉。我们恭喜重庆狼队。这把 AG 这个阵容确实不好打，但是也不得不说狼队打的真好。忽悠来回啊！就为什么说这场比赛让大家期待？